这次我们来到了很多人到台北观光必去的士林哦，品尝了老士林人的必吃早点老张烧饼，超大分量的馒头夹蛋饼，还没营业就已经客满的锅贴水饺，隐藏在巷内的古早味清冰，老字号的必比登美食上海生煎包，用料实在的古早味润饼，去油解腻的老店青草茶，带有果香味的爽口凉面，永远都在排队的炭烤鸡排，超人气甜品小吃梅花糕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士林从早吃到晚吧 ，Let's go！我是板娘，今天我们要士林吃美食喽！士林也是之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常来觅食的一个地区。这边不论是正店然后小吃、网美店，都超多店家的，保证也是你让你吃个大半个月都吃不完的一个地段啦。今天就跟着我们来去士林脚套套、逛逛走走吧 ，Go！ 好，这就是早上的士林夜市，冷冷清清的。那我们现在先去吃那个早餐的老张烧饼，走吧。我们买好了老张烧饼啊，没错，因为它内用座位有限，而且有点热。我们选择在它对面这个小小的户外环境。对，它刚好有一个还蛮适合野餐的一个小区块。没错他们家很特别，是就是从早上就开始卖，然后卖到大约10点半的话打烊，下午3点又继续卖到晚上宵夜11点的时间。对，然后下午好像就是只有饼类的东西了，就没有早点。品相就是有差异的，早上就是一些什么蛋饼啊，然后烧饼蛋啊，对，然后下午时间就是那些小酥饼、胡椒饼等等的东西。对，听说他们家就是之前是士林烧饼啊，然后现在叫老张烧饼。但很多老士林都说他们家烧饼是必吃。我看到这个面也觉得这个老面给过。这个老面一看就知道喝假。对啊，它很像那种全麦面包的氛围，看对，全麦面包。真的，这个面很有筋性，吃起来的感觉跟外面一般的烧饼不太一样，或烧饼的部分。不多说，直接吃了。吃看看，好吃比较重要。哎呦，好像一入口就深得你心哦。超有嚼劲的。然后面很 Q， 吃起来很 Q， 你看它是那种揉到很彻底的那种馒头皮的感觉，真的很 Q， 然后厚实，很厚实感，然后带有那种全麦面包的香气，然后老面的香气，这个很好吃哎。我试试看。它的烧饼比较像炭烤烧饼面包的感觉，但它比较炭烤烧饼，它比较没有层次感，好吃看。它掉油比较久，然后有一个甜甜的味道在。对，但他们家烧饼强调他们家不是素食烧饼，对，如果是全素主义者是没办法吃。他们家是沙拉油，可是他们家沙拉油有些用葱去煸过，对，所以说它的不是全素主义者可以吃，然后外面是用炸油条的油去做的。对，好了，那素食的人就自己做一点啊。没错，然后这真的好吃，我觉得这是长辈会喜欢的味道，很厚实感，很特殊的味道。跟我推，真的，现在很少吃到这种厚实感的烧饼，又带有精品度数。对，好，吃完咸的，紧接着来吃甜的吧。对，甜的糖糕饼，蛮大一个的我以为小小一个圆圆的，就蛮长的一个，有点像牛舌饼的感觉。对，那个港式千层酥的口感，一口咬下不是那种香辣酥脆，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起锅有一点时间的，但是它是带有那个脆口感在，然后里面的糖衣，很好吃这个零嘴，适合蚂蚁人的东西。对，是小零嘴，真的就是糖，然后你还可以咬到糖的颗粒感，那种口感，然后是甜甜的口味。你可以咬到糖的颗粒感，很特殊的其实。那除了这个，我还买一个黑芝麻口味。不同口味哦。我就买2个干嘛？里面黑芝麻很多芝麻的馅料。这个更香。我觉得可能是有黑芝麻，它甜度有稍微比刚刚的糖糕再降低一些。芝麻很香，真的，所以这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很勾扎比。刚刚我喝了一口它的豆浆。它
们家的豆浆有一种焦味儿，微微的，然后豆浆很纯，它不是那种粉泡的味道，对，因为外面很多连锁豆浆店都是粉泡的味道，然后所以你喝得出那个味道的差异。他们那个豆浆蛮纯的，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甜度在啊。嗯哼，但蛮香的其实。我喜欢喝米浆，我也买了个米浆。米浆也是传统的味道，我觉得。哦，米浆那个浓浓的花生，花生味很浓。我觉得他们家还蛮推，就是在一般不是很少吃到这么正统的豆浆店。对啊，简而言之，它就是一间传统的早餐店。没错。那你早上来就是吃它的早餐类，那你下午晚一点来，小点。对，就可以吃它的酥饼啊、胡椒饼啊、小酥饼。然后有机会你来士林的话，就可以来这样看咯。我们现在买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叫做馒头夹蛋饼，还有酸菜哦，还加酸菜哦。它就在这个什么义士林的对面的巷子走进去，它这就是人家俗称的啦，健谈早餐街。哦，对。对。啊，真的看起来就罢。哎呀，它有馒头，然后有蛋饼，而且它蛋饼很多口味可以选，什么起司啊，然后我是点了一个传统的沙茶萝卜，对，这是它的招牌啊。没错，然后搭上这个酸菜，然后你可以选馒头，你要白馒头还是黑糖馒头？那我们就选了黑糖馒头。没错，非常不错，马上来吃。我不知道从哪里摇起，把你的下巴脱臼吧。哦，很厉害哦。蛋饼皮偏厚。不是那种薄薄的，比较偏那种面粉那种厚的蛋饼皮，咬下去真的很有饱足感。它蛋饼皮比较偏那种抓饼的感觉，抓饼皮的感觉。馒头酸菜蛮香的，酸菜我觉得会更重口味一点。然后大萝卜跟那个蛋饼里面是包辣萝卜，沙茶，沙茶跟萝卜蛮香的。然后我们加点辣，会点辣萝卜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餐啊，这超饱的。对啊，好大一个哦。但多少钱？而且50块而已嘛。50块而已。然后可能精致程度一定没有像西式早餐店那么精致啊，但吃起来我觉得很实在，就是吃一个饱足感跟实在。好吃啊。就是我坦白讲啦，它就是把馒头加蛋饼而已，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特色，但是它是可以分开吃的，你馒头单吃，蛋饼单吃也都可以。没错。它今天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。那我觉得它厉害的是，它加了那个酸菜，让它整个就是画龙点睛。口感啊跟滋味都有一个另外的不同的层次。没错。对，如果你早上有来士林夜市，现在不能讲士林夜市，士林早市的话，可以想吃个早餐，可以考虑这一家哦。就是很有饱足感，小超霸，现在所有的小超霸来一家，真的。对啊。不错啦。好，它就在这里面，有兴趣的记得震按。看来要带我去吃什么嘞？吃锅贴水饺。前面这个极品锅贴水饺专卖店。忘掉。哦，他要抽号码牌哦，这么厉害，灯都还没开。还没开营业。这塞满人嘞，太强了吧！这是一间非常混乱的店，灯还没开营业，就已经充满了人在里面等候了。对，刚刚灯还没开哦，店里面已经坐满人了。很像他抢食的感觉。非常热门的一间店了。对，然后他们家的汤品很特别，就是除了基本的一定会有酸辣汤这个东西，锅贴水饺店，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每日一汤，然后今天每日一汤是这个莲藕排骨汤，很家常，很厉害。这一碗才45块，是给你整块的排骨，有肉那种排骨肉。然后添购好多片哦。会不会有长辈们会喜欢这个店？超家常的，先喝过它的清汤。140块小时，谢谢。餐具完全就是家里的味道。好，谢谢。莲藕清香味跟排骨的香气。谢谢。好。然后莲藕脆软的。这真的好吃。单纯点这碗汤喝也很划算，其实。好，然后肉排。我现在至少要等20分钟哦。肉排炖得很软烂，这个不错啊，真的好吃。然后再他们家招牌水饺，是绿白菜水饺。然后我加的是他们家那个酱油跟一点辣酱。好，最后来我帮你点餐。
你是10个白菜锅贴，10个高丽菜水饺，2个汤。这个水饺的肉很咸，然后搭配那个白菜的脆口，这个饺很好吃。这个饺很好吃。对啊，我很好吃啊，它里面的菜很脆啊，不愧叫脆玉白菜。对，他不需要排队，告诉我们这么多人要吃。然后再来是这个锅贴的部分，这个是牛肉锅贴，很少看到在卖牛肉锅贴。对，而且它这个炸煎的下的。对啊，它看起来真的很酥。它的肉香很浓，牛肉香，然后吃得出牛肉的甜味跟汤汁很足。我刚刚就吃一个了，很厉害哦，有没有？基本上不用加什么调味料。怪不得这么多人尝试它，大家都抢不进来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还19号，下一位19号。而且它不论是水饺、是锅贴，里面调味料味道都很足，所以如果你不加酱也是很好吃，其实。剩下锅贴要等哦，20分钟哦。但是想吃真的要请早，这间真的很夯，人这样做，无论是外带内用都很夯。但这间真的大。哦，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很乱，超乱的。太多人了。对，太多人都慕名而来。它是一间适合外带的店，我只能告诉你。对的，但外带也要等候哦。哎呀，内用你可能就要早点来卡位。你一定要在开门前来卡位。对，如果你没有第一波吃到的话，你可能就要等很久。没错，那好吃到我都外带了这个水饺。对啊。真的好吃。好了，推荐给大家极品锅贴水饺专门店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吃什么？在一个中山北路的行啊来，有一个冰店，干妈店冰店。冰店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好像在这个神农庙的旁边的巷子里，有一个很像干妈店的冰店。这样拿到我们的冰了，它就是非常传统的干妈店啊，里面兼卖冰。对，然后它不能内用啦，所以我们就在旁边的神农庙外面的人行道看到椅子，在那边吃一下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买的是清冰养乐多口味，就是它也是3球香蕉清冰，淋上养乐多。对，它就是清冰做基底啦。没错。然后你要什么口味，它就给你加什么料。对，它就是有另外果酱或是那个酱汁啦。这个清冰就是白色的。我喜欢的。很喜欢啊。我喜欢是这种香蕉清冰的味道。对啊，新津也有人说是香蕉冰啊，它有个香蕉水的味道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那搭配这个养乐多。反而它这个清冰稀释到养乐多的甜味了。好喜欢这勾扎比哦。勾扎比就是简单纯粹。瞬间被养乐多冰杀了。哎呀，吃那么多，帮助消化一下。这个不错，勾扎比，我这杯还40块而已哦。哦，这么大杯40块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而且3球，里面有3球。然后另外还买了一个百香果的清冰，百香果口味的清冰。百香果酱，看得到紫的酱，看起来感觉蛮纯的。对啊，就是小时候我们吃剉冰那个加5元会多加一个口味那个酱。哦，这超清爽的。对啊，你吃腻了什么牛奶冰淇淋啊、双淇淋那种比较乳化剂的会腻的那种冰，你可以来吃看这种勾扎比的清冰。对，还不错，外面很难找。所以就是很好来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巷子。对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住家干妈店，然后卖冰这样子。不过看到这个神农庙就知道快到了，它就神农庙旁边而已。没错，神农庙比较大，地标比较大。没错没错，这个推荐哦，勾扎比，推。好，喜欢的自己来吃吃看吧。再来，我们要吃什么嘞？吃水煎包，今天入围必比登的水煎包，中家生煎包，生煎包。哦，前面这个上海生煎包。
水煎包热腾腾的，有点烫，等到2点再吃。现在买这个阿贝润饼小站，哇，还有海鲜口味。润饼买到啦，润饼比较凉，我们先吃润饼。没错，现在是一个原味的，它其实生意蛮好的，它刚摆了，一直有人来买哎。对啊，它是很干爽哎，我会说干干爽的尴尬。哦，看它那个菜也是咖喱的黄色菜，立得很干，有豆干、豆芽菜，然后我觉得它的花生有点偏甜，哦，好，但我觉得是好吃的。它就是很基本的，而且它蛮大一卷的，多少钱？50。台北市价格我觉得很 OK， 算便宜的。对，就在士林夜市。对，但是很干爽，我觉得好吃哎，很适合当下午茶。哦，真的。然后呢，高菜咖喱味也很香，还不错。好，另外一个是我指名要的干贝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加海鲜干贝酱啊。哎呀，有购买啊。香，但这种比较湿润一点，然后搭这个干贝酱也蛮搭的。它有带点辣味，然后干贝的香气，还不错。而且其实没有贵多少，贵15块，贵15块。但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它是简单的肉片，然后总香气是蛮足的，我觉得可以，而且它立得很干。哎呀，如果你想要小吃一点的话，可以加点这个口味。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哦。就在这个以前这个阳明戏院前面的摊贩，好吃。好，吃完润饼，来吃刚刚买的这个必比登水煎包。生煎包。哦，生煎包。我刚才烫，但现在也是蛮烫的，但总没有刚出炉这么烫。现在吃一个，这应该是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四菜四肉，底部真的很焦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好吃。好，吃看看。是菜，它的菜很甜，里面好香哦，小虾米的味道。然后我觉得温椒酱也蛮好吃的，蛮香的其实。对啊，我光是人多，我觉得可以再煎久一点，应该会更好吃。我试看，好好吃啊！对啊，还蛮好吃啊，只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煎久一点点，没有那么下甲啦。对啊，这应该是肉包了。它的那个皮嚼劲刚刚好，它皮带有点 Q 度其实，然后菜也很脆，很新鲜。好，吃完菜来吃肉的，它其实一样啊，跟大部分水饺一样啊，肉就是有芝麻，就做个辨识。对，菜就是没有。肉有微微的鲜甜味，调味偏甜一点点，跟菜差不多，就不错吃。应该说我本来以为汁会更多，它只是刚好一咪咪汁而已。你对米其林期待太高了。对，因为它挂成米其林这个字，就觉得你不能够咬下去就要爆汁。那我觉得它的那个比例调得很刚好啊。我觉得口味比较清爽，因为有点胡椒味会很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口味调得很清爽，然后汁有点汁，但又不会太多，做到爆浆。我只能在你要是要早点去啦，不然真的蛮多人，真的。而且它一颗才18块，士林台北的物价好像也没有很贵啦。可以的。好，好吃。它其实汁很多哎，我吃第2个的时候爆汁了。哦，我们刚刚第1个真的没什么汁哎。对啊，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失误，但这个真的很多汁。好，吃太多东西了，来喝个青草茶解腻一下。来到这个50年老店王家青草茶。买到了，现在还早，没什么人。对，不然晚上都是要排队的。没错。你今天买的是青草茶，就是勾搭的。对啊，我每次来只要没有排太夸张，我都买1杯啊。我觉得喝起来还蛮清爽的。而且你吃那么多东西，解腻嘛。对啊，排毒一下。很多人不敢喝青草茶，其实他们家青草茶味道没有到这么浓厚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好，喝一杯，整个那个暑气都消了。没错。好了，好喝，这个50年老店青草茶，喜欢喝青草茶的可以试试看哦。越来越晚了，夜市越来越热闹了。我们要吃什么呢？吃凉面喽。对哦，好朋友凉面。凉面上桌，可以闻到它的凉面就是有一个果香味。这有加柠檬汁的味道，很清爽。本来麻酱应该是浓稠的气力，加了柠檬汁吃起来是一种
清爽解腻的屁，然后有一种微微的甜味在，还蛮香的，蛮特别的。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果香、柠檬汁的味道，不错。因为板娘不吃辣，所以她点的是原味的，然后我点的是有辣的。麻辣口味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吃起来应该就多一个辣的口感而已吧，它面体都一样的。这个柠檬的香气，对啊，果香味儿，然后就多一个辣的口感。它辣你可以选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。我选的小辣，没有到很辣，就提个味而已。还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。然后汤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啊，它也是蝉联2年的必比登推荐美食。可以。吃了。欢迎来哦，我来要排队了。天黑啦，终于有点像夜市的感觉了。好，我们走到了夜市的外围，买了它前一阵子很流行的梅花糕。哦，对，终于不用大排长龙，小排1咪咪而已。对，不知道是因为今天下雨，还是现在还比较早的缘故。总之，我们没有排到很长的队，对，买到了，所以就赶紧来尝鲜看看。我买了口味，一个是红豆，一个是芝麻。对，它有一个芋泥的卖完了。哦，芋泥要等下一锅，但我觉得太久了，你直接买。要15分钟，就先买这2个口味。先看看这个红豆，上面是汤圆，里面有红豆馅，都蛮好吃的。上面的摆设都一样啦，汤圆跟它差异应该就是它下面的馅料。这是红豆馅，那当然有就是芝麻糊的意思咯。应该吧，好像快喝了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它不会太甜腻，然后一点一点堆成出来的馅料，蛮特别的其实。对，好，那你再看这个，如我所猜测的，下面就是芝麻糊。其实蛮有饱足感的，我觉得汤圆很多。糯米啊，它很糯啊。哦，对了，跟我猜的一样啊，它就上面都是一样铺满一层汤圆，然后下面的馅料不一样。对，你买芝麻是类似芝麻糊，然后红豆，然后可惜我没有吃到芋泥。但我觉得它有做这种红豆芝麻应该蛮好吃的。感觉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啊。味道蛮好吃的，其实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它一锅就几个而已。然后一锅要等15分钟。所以难怪每次都要排很久。没错。如果你可以抢在它刚开门的时候来买，就可以很快就拿到了。人不多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；人多的话就斟酌一下，但是算是好吃的甜点了。对啊，这个梅花糕。好，除了梅花糕，我们还买了，也是之前要排队排很久都没有买的鸡排。这个我们真的经过 N 次了，永远都在排队。对，这个就是每次经过都排队，然后就放弃了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特地来拍摄，所以来的时间也比较早，都抢在它刚开门的时候就买了。哦，看起来很透呢。好，吃看看吧。真的很鲜哎。很鲜。肉汁蛮多的。一口咬下肉蛮鲜的。它就是先炸，然后再到一个烤炉上面烤。但我坦白讲，它没有烤很久。对，这就没有烤的味道。所以我觉得它那个烤的过程只是把它那个油炸的油腻感缩干而已。对。让它没有那么油腻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它就是一块好吃的炸鸡排。对，它放在那烤上面，它其实也没有抹什么酱啊，它就放在上面烤一下，然后烤完就包在纸袋卖给你了。这个肉质很鲜，肉真的都还不错。它的肉腌的很够味，好吃。对。但它这样子骨头如果偏少，快100块是还可以接受啊，因为毕竟现在鸡排真的不便宜。对啊。肉不错吃。如果它在排队目测5个以上，是可以讲上看。对。只能说士林的美食真的很多。对啊，它本来就是一个观光重镇啊。但是从早吃到晚。对，然后也隐藏了很多必比登的推荐名单。没错，只是说要自己去摸索，什么适合自己的胃口啦，其实。对啊，然后你也可以来这边吃吃喝喝，可以看个这个剧场啊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大剧场这边。没错。还蛮漂亮的。号称关东煮的剧场。对，那喜欢影片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小铃铛哦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下热推哦。没了，好，士林夜市有机会我们会再来的。